我生来便是独身一人，日子久了，从不考虑他人。对你，我倾注了所有的虚心，可我终究还是太自负，才让你遭受了这些艰难。 停眼！燕儿，杀了他们！没用的东西！你们乖乖把内丹交出来，我会考虑留你们父女一个全尸。燕儿，动手啊！求求你！ 放过我们吧！燕儿，怎么还不动手？你不杀了他们，他们便会杀了你。不，停燕！动手啊！动手啊！ 杀了他！快，动手啊！是我教他如此杀人的。燕儿，你终于出手了，这才是你该有的样子。10千里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。不要！别杀我！
喜欢吗？这个脚镯是用来困住我的吗？它是用来保护你的。那外面的结界是怎么回事啊？也是如此。如今，你有了这法器，外面的结界便无需存在了。这个防御脚镯能抵抗所有人带给你的伤害。所有人，也包括你吗？可是，灵火能烧任何东西。世间有什么防御法器能抵御住灵火的灼烧？它能。18年前的事，不会再发生了。那我岂不是可以横着走了？那谢了。我知道你的心里还是愿意相信我的。他对我身体的原主，是不是有点太爱了？你的伤还没好啊？不值一提。城主，这来都来了，要不带弟兄们进去歇歇脚？你带人在这守着，我去就回。哎呀，喝的怎么样啊？好嘞，我一会儿就过来啊。哎呦，城主大人，城主大人，呀，城主大人，城主大人，城主大人，你们俩干什么啊？城主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。上次在你们这献舞的那位姑娘呢？您是说红罗？她不是被您的2个手下给……之魂师那2个混蛋，杀害的就是那位姑娘。是，那日红罗姑娘本来是想去见城主的，但她遭人暗算。她要见我做什么？自然是倾慕于城主啊。她说与城主您是上辈子修来的缘分。上辈子？你们这儿可有她的画像？陆凌，城主，你叫她什么？您认识她？哎，我说这姑娘呀，也真是可怜。当时我捡到她的时候，她的神识受到重创，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全身上下就只剩一枚长绳。为了给她治伤，我花了多少魔石，结果……长寿，你在哪儿捡到的她？阴阳湖畔。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舒适了。我去，我怎么在敌方阵营睡这么安稳？
不过不用被逼着吸髓和报仇的日子，可真好。可有做噩梦？没有，难得的一觉睡到天亮。从前稀松平常的事，如今已变成难得了。燕姐姐，你快尝尝。这怎么这么像贺仙城的酱猪蹄啊？我跟红罗风起常吃的那一家。居然真的是。你喜欢这个？主要是平常常吃，看着就很亲切。彼岸，你可还记得做这个的厨子？记得。此人可靠吗？带进府里的人，念九哥哥通通排查过的，我这就把他带来给世子看。老是有种偷了人家男朋友的感觉，但我又不能说我是穿越来的，这是什么狗血替身剧本呢？万一司马娇得知真相，把我灭了怎么办？其实也不用专门给我找厨子，等红罗复活，我就带着他离开了，不叨扰你了哈。你要去哪里？回到施千里身边。啊，虽然你跟他有仇，但他毕竟是我爹嘛。我呢，就打算带着他和红罗找个好地方，好好的过下半辈子，也不出现在你面前了。你说的那处好地方在何处？这个不方便告诉你，毕竟你跟我爹是死对头。看来在你设想的未来里，未曾有我的一席之地。主要是我们现在的关系有点尴尬，过去的事呢，我应该是不记得了。虽然在你这儿吃好喝好的，但就是很别扭。要不我们就一别两宽，各自安好。过去的事情你忘了，这没关系。你想去哪里，我可以带你去。我想去哪里，我自己可以去。你待我好，我很感激，但是我失宴已经不是你记忆中那个廖廷宴了。这样说你能明白吗？我不会错认。你没明白。师祖，燕姐姐，我把厨子带来了。见过师祖。是我们师祖娘娘让你留下来的，还不快谢谢她？谢姑娘赏识。姑娘，姑娘喜欢的这道酱猪蹄是秘法所致。要是姑娘感兴趣，在下可以详尽的将烹饪的办法告诉姑娘。我真的太感兴趣了，想跟你好好讨论讨论。那我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，请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？知道你在哪儿还不简单？怎么样，够意思吧？千里迢迢来寻你。你这也太冒险了，万一我没吃你做的菜，你不白来了？我们认识多少年了？你喜欢吃什么我还不知道，我们这点默契还是有的。这么自信？你快吃，吃完跟我走。
我要等司马娇复活红罗之后再走。他能复活红罗？他怎么这么好相？我好像以前是他道侣。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什么叫好像？不是，你可能不知道我脸上这伤疤是怎么留下来的。我之前受过一次很重的伤，在那之后脸上就留下这个疤了，而且之前的记忆都消失了。然后据司马娇所说，我失忆前是他道侣。那你脸上的疤也是他治好的？彻底好了吗？阿燕，你留下来是为了红罗，还是也贪恋司马娇对你的好？他对我好，也是对以前的那个我好，我哪那么自恋啊？你能想明白这点，那就行。过阵子我想个法子，带你跟红罗一起走。谁派你来的？你与他相识吗？我跟他不仅相识，还曾同吃同睡，患难与共，是不可分离的关系。你在闹什么？别乱搞事啊！找死！姐妹，容我介绍一下，他叫风起，是我的朋友。你不是告诉我，你只有红罗这一个朋友吗？程度不一样，红罗是女朋友，风起吗？男朋友。你知道男朋友是什么意思？你之前告诉过我。这不可能。他是还是不是？不是，他不是什么男朋友。你即刻滚，我便留你一命。风起，我死也不会离开他。孺子不可教也。找死！等一下，别闹了！你在这逞什么强啊？赶紧走，我在这没事儿的。我此番前来，便无独自离开的打算。要不然，你就在他面前杀了我，看看你是否能因此得到他的心。你别动他，不然我真把你当仇人了。阿燕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的诡计。先府之人最善作伪，那也比你擅长作死的要好吧？你刚才那是干嘛？你该不会是……我问你，你心里还惦念着你那个救命恩人姑娘吧？没错，从未忘。那便好。我还以为你对我……你说你非要在他面前装作跟我有点什么似的，你不怕他杀了你啊？我就是看不惯他那自以为是的样子。得亏司马娇不像传说中那样滥杀无辜，不然你早死800次了。你已经觉得他不错了。
司马教是不是给你下什么蛊了？没有。不过呢，他确实跟传闻中相差挺多的，不仅不可怕，甚至还挺贴心的，像只小猫一样，看着很骄傲，但其实总在暗中关注你的需求。说不定是个内心很柔软的人。我呢，就打算带着他和红罗找个好地方，好好的过下半辈子，也不出现在你面前了。主要是我们现在的关系有点尴尬，过去的事呢，我应该是不记得了。要不我们就一别两宽，各自安好。你待我好，我很感激，但是我失宴已经不是你记忆中那个廖廷宴了。师祖，师祖您还好吗？是不是体内的灵火又有了异动？石千里找到了吗？被他跑了。那你回来做什么？师祖，你看，叶如灵，她就是红罗，是被尸魂师那2人杀害的那位姑娘。她竟也到了魔域。师祖，您知道吗？胭脂台的人说，他们是在阴阳湖畔找到的她。他们还告诉我，她的身上还带着我赠予她的长哨。师祖，我好不容易才有了她的消息，现在又立刻失去了她，我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她了？红罗已重新脱生，还是你护的法？真的吗？我为那祭魂脱生者护法的时候，只发现了一捧骨灰，却不知那竟然是他。不过，我劝你也别高兴得太早。我在为他行祭魂术时，发觉他的神魂损坏残缺，恐怕属于叶如灵的那部分记忆也难以找回了。师祖的意思是说，到时候他也不一定记得我，对吗？还会将你的心意视之如草芥，让你备受煎熬。虽然师祖说的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，但你说的话让我的心真的好痛。只要他还活着，无论你的心多么刺痛，都要忍着。师祖说的是，只要他还活着，那就是最重要的事。这闻起来香倒还是挺香的哈。干嘛？不过是些雕虫小技，庭院想吃什么，我们师祖弄不到。哎，师祖，您就算不杀了那个小子，也不能让他如此嚣张啊！哼，区区小辈，也配让我动怒？我何须与他一般见识？
师祖，您看起来好像没有不生气的样子。走。你的术法越来越厉害了，偷偷练习了？哪有？少来！我知你最爱提升功法，再来。谁爱啊？还不是被逼的。什么？没什么，来。天色已暗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我去外面查探是否有防备松懈之处，为我们日后离开做好准备。好。风姐这小子怎么不听劝呢？让他走又不肯走，每天跟打了鸡血似的找我练功。我练功是为了自保，不是喜欢呢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我怎么就拒绝不了他的请求呢？我怎么好像来过这里似的？你想起来了？没有，就是隐约感觉，好像在梦里见过似的。那不是梦，这里是我们初识的地方。好累啊！走不动了？师祖，弟子斗胆问一句，我们爬这么高，是要干嘛去啊？不做什么。那时候你登上这高塔，差点累得在这楼梯上坐下。彼时我还没有遇到过比你更弱的人，连我养的蛇都要比你强上100倍。如今你爬这楼梯，也不会那么累了。我结阴期的修为，爬个楼梯还是没问题的。我知道，即使不累，你也不喜欢。
你向来喜爱精致之物，这些灯是我把塔搬过来后新添上的，你可喜欢？哦，魔域的东西都讲究实用，极少见到这么美的。你若喜欢，我便每日为你点亮这些花灯。好漂亮啊！这花灯好像漫天的星星。喜欢看繁星？嗯。好美啊！我好久没有看到过流星了。这塔着实适合观景。这塔原先在三圣山，被我搬到这里了。看来你很喜欢这塔。是厌恶。他求了我500年。500年？那你为何还将它搬来这里？你我曾经在这里生活过，这里有你的气息。差点忘了，我自己只是个替身。他做的这些，都不是为了我。这地方是不是少了点什么？我要杀了你！你女人死了关我什么事？虽然是我的力量，但又不是我杀的，是你自己傻算计别人，结果不小心把她给烧死了。你就知道怪在我身上。你不痛，我还痛呢！大猪蹄子，王八蛋！这火苗骂人的口吻，怎么跟我有点像？闭嘴！你把这个女人找回来了？我让你过来给她浇水，看她开血凝花，你便叫她乱说话。你这个臭女人、坏女人，怎么知道了真相还在叫啊？比起你这簇只会吐火星的小邪恶势力，我肯定要向更邪恶的祖宗势力低头嘛。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血凝花，我教的。这躺椅怎么这么像我的风格？你还挺会享受的。你教的。原主也会敷面膜吗？不过这些年，我倒没这功夫这样摊着敷面膜了。这有什么用？保持肌肤水润呀。我曾经在失去你时，独自登上过这塔。
恍惚间觉得，过去这10几年，比囚在这3圣山中的500年还要漫长。清醒一点，他做的这些都不是为了你。我们之间曾经有过很多回忆，他们都真实的存在于这里。不会改变，也不会消散。其实我并不是你口中的廖廷琰。你我曾同生共死过，我怎会认错？这些都不重要，你可把今日当做我们的初遇。从今往后，我会给你重新制造属于当下你我的记忆。你可愿意？那我们这个充满花灯与繁星的初遇，还挺浪漫的。别人再厉害的伤口，经我治疗都会好，怎么到了你这儿这么难以愈合？得到的越多，付出的代价便越大。好吧，本来想当做见面礼的。几时流光手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爱与之间。当羡慕一面山河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一谎言。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追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醉，师祖，我专门打的蝴蝶结，是不是很可爱？我竟然又一觉睡到了天亮。你若喜欢，我便每日为你点亮这些花灯。脸怎么在发烫啊？我不会真喜欢上司马娇了吧？阿燕，我可以进来吗？进来吧。谢谢。我都看到了。你说这司马娇可真是可笑哈，用这些花招就想收买你，可真是小瞧我们阿燕了。
其实，他的确对我很好。他对你好，是对他过去那情人好，跟你没有关系。这是你说的，你忘了吗？那些花灯，这座塔，都跟现在的你没有关系。你不要混淆了。你别说了，我知道。我现在就感觉自己像个第三者，他的真心并不是给我的。阿燕，其实我们……我带你去见个人。姑姑，不要这么叫我。我们世家没有你这样的叛徒。在我面前，你还敢胡言乱语？有话好好说。你先放开他好不好？我要带你亲眼看看真相，看看施家是如何蒙骗你的。你这个死丫头，害死自己的哥哥，现在你还要亲眼看着我为你丧命吗？你还不动手杀了他！看真相可以，但你能不能答应我，无论怎么样不要伤害他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怎么会这样？妹妹，兄长，走，跟我走。可是爹那边，爹那边你不用管了，有我在，你快走，就交给我，你快走。兄长，你不要管我，快走！记得杀了司马强，为我们施家报仇。兄长，停业。这是在给我杜修为疗伤。爹竟然不惜为我耗费寿命。
有人篡改了他的记忆。可这些不是你让我看的吗？姑姑，你答应过我不伤害他的。我方才行搜魂术时，已为他护住了神魂。我没有伤害他。我现在很乱，你让我想想。庭燕，我不是你的廖庭燕，我也不想做廖庭燕。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就好。你根本不知道我是谁。我知道，你喜欢度假，喜欢摸鱼，最不喜欢杀人，找死！庭燕，庭燕。千度，兄长对不住你呀！真是没想到啊！居然沦落到要用你的命来换一些生机呀！兄长，如今我们已经步入绝境，千度愿为施家复仇争取机会。那不行，你要是出现在司马家的面前，必定是死路一条。况且，我们手里面还有廖庭燕这枚棋子呢。啊！廖庭燕如果想要动手的话，他还用等到今日吗？如果我被抓到司马娇面前，他必定会向我搜魂，向廖庭燕证明自己。你把我们想要让他看到的记忆植入我的神符之中。等廖庭燕看完一切，我会自行了断，彻底激发廖庭燕对司马娇的仇恨。可是，兄长，我们没有时间了，他们马上就要追上来了。千度在此，拜别兄长。待施家大仇得报之日，我兄长托以清风告知。司马娇，我会让你死在你心爱的人手里的。师祖，庭燕师姐无碍，但她此前似乎一直被强行洗髓，导致灵府严重受损。所以才会在心绪不稳定的时候晕了过去。师祖作为师姐的道侣，可以尝试进入她的灵府之中，亲自为她修复。她如今还并未接受我，贸然进入灵府，只会伤了她。用我的血为她医治。师祖，您现在的伤口比之前更加难以愈合，若是直接取血的话，如今师姐灵脉淤堵，若是直接用您的血，可能会造成反噬，需制成丹药服用。我听说东城有不少厉害的炼丹师，或许我可以向他们寻求帮助。
我为你寻来全城的炼丹师，丹药务必炼成，但药定不能苦。是。念九，寻找10千里的人安排下去没？弟兄们已经全部准备妥当，可以随时出发搜寻10千里。即刻出发。是。哦，对了，师祖，我们搜捕的时候，也可以顺势攻下魔域的西南部。西南3城，并无归降之意，不必做无谓的牺牲。师祖，您现在也开始关心他人生死了。师祖，我走之前还有一事相求。红罗重生之日，我会传信于你。谢谢师祖。这是在哪儿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灵符？原主已经死了，不应该有灵符啊！不对，这应该是我的灵符。这花儿怎么长得跟司马娇的血凝花那么像？廖廷烨！兄长，出来了。廷烨，老牛又回来了。红罗，你怎么变成小孩子了？我已经长得很快了，其实我也就出生3、4天而已。要不是我从脱生开始就得到各种灵药的浇灌，我现在还是个小婴儿呢。你刚怎么跟司马娇一样叫我廷烨啊？有吗？应该是下意识的。这次我复生后，脑子里经常冒出些古怪的画面，里面有你，有我，竟还有司马娇和那个大黑蛇城主。啊！但我却完全不记得那是我经历过的事。不过我听说，是你叫司马娇为我祭魂脱生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不是仇人吗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也就是说，你和你的仇人司马娇相爱过，又重逢了。他说你爹在骗你，你爹又说司马娇在骗你。然后双方冲突之下，司马娇把你姑姑给杀了。但是我意外进入灵府，又感觉事情不对劲。你竟然进灵府了？据说灵府里会有过往的记忆碎片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，杀我兄长的人，不是司马娇，是我自己。什么？你的灵府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记忆啊？难不成真的像司马娇说的那样，你就是廖廷烨，你只是丢失了这段记忆？这就是我现在困惑的东西。如果我在灵府看到的是真的，那说明我姑姑的记忆是假的。况且，如果司马娇心里有鬼，她也不会执意带我去搜姑姑的魂。所以，你怀疑你爹一直在骗你？
任天地降下万军雷劫，映山河浩荡碎裂眼前。几时流光生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白玉之间。当羡慕一念山河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。风一脉，灵火相见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追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醉烟，弹指间爱可以幻灭。追爱无缘，惹不了一生时光。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生生世世不还。你的灵符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记忆啊？难不成真的像司马娇说的那样，你就是廖廷艳，你只是丢失了这段记忆？这就是我现在困惑的东西。如果我在灵府看到的是真的，那说明我姑姑的记忆是假的。况且，如果司马娇心里有鬼，他也不会执意带我去搜姑姑的魂。所以，你怀疑你爹一直在骗你？我不想这样想，但种种迹象就是指明了这一点。可是我爹曾经以命救我，这是真实发生过的。而且我们一起生活了18年，我实在不愿意相信他会骗我。那你能不能试着再进灵府，弄清楚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尝试过，但我修为太低了，进不去。那接下来，你打算如何？我打算弄清楚真相。那是我。哎，红罗。多谢司恩公为我祭魂托生。近距离瞧瞧，果然是个粉雕玉琢的俊朗郎君。红罗，你怎么刚回来就油腔滑调的？这才是红罗姑娘的风范。你怎么也来了？那自然是庆祝我们红罗姑娘重新归来。收收你那些花言巧语。哼，没想到我们换个地方聚齐了。那正好，晚上我们3人照常小聚。那照旧，唱歌投壶。那得不醉不归啊。红罗这么小呢，能喝什么酒？也是，喝茶。我能喝酒。来。啊，原来这里是情敌相争呀！什么？一个是曾与你海誓山盟的仙门师祖，一个是和你青梅竹马18年的生死搭档。唉，难选呐。那这所谓的海誓山盟，是烟消云散了，还是从未有过呢？你看阿叶的心里，可有半分跟他的记忆？确实。来，不聊这些了，我们今天以茶代酒，庆祝红罗重归。来。
按师祖吩咐，弟子做了些能帮庭燕师姐恢复修为的丹药。还是太苦。师祖，良药向来苦口，师姐定是明白的。重做。可是师祖，重做的话又得重新取血，您的血如此宝贵，这也太浪费了吧。弟子定倾尽全力。城主，弟兄们将整个城都搜遍了，完全不见石千旅的踪影。那就去其他城搜，天涯海角也要把这个混蛋给我挖出来。是。红罗归来，一切无恙。树灵，等我回去看望你。走，转战下一城。来多吃点儿，补补。这味道，在鹤仙城可没有吃过。若再配上胭脂台的自酿酒，便堪称完美。小孩子家家的，喝什么酒？不过司马郊这里的东西，确实都挺对我的口味。嚯，你穿成这样，我还以为是司马郊呢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打扮起来也不比他差。我是不是越描越黑了？无妨，我知道你是想夸我，你这嘴。阿燕，阿燕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待会儿给你做。一大桌子呢。你做那些鹤仙城的粗饼子，我家阿燕其实不是因为爱吃，只是为了饱腹而已。在阿燕的口味这点上，你确实输了司马郊一招。什么输不输的？红罗，你明知道风起看不惯司马郊，还一直挑事儿。哎呀，好玩嘛。阿燕，说真的，我什么都会，像酱肘子、冰糕、点心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真的吗？啊。哎，你会这手艺，胭脂台做护院，太可惜了吧？我娘说过，这再好的手艺，拿来做了生意，也就变味儿了。伯母不是普通人吧？你说的这些东西，寻常魔域人家别说吃了，恐怕见都没见过呢。是啊，你难道是什么名门望族之后？我倒希望我是名门望族之后，这样也就不用忙于生计了。也是，我若是名门之后有钱有闲的，早就去避世隐居了，哪还有那么多烦心事啊？你想去哪儿避世隐居啊？这是我和阿燕的小秘密。阿燕，你现如今还想去孤玉雾吗？总要先弄清楚事情真相再说吧。吓死我了！你俩怎么来了？我出去找到我爹，弄清楚真相就回来了。你都走了，我们留着干什么？现在关键是，咱要怎么走呢？依我看，用灵术飞出去。不行，司马郊那么厉害，万一感应到我们用灵力就不好了。那你觉得
应该怎么样躲过守卫的视线？找找狗洞。本姑娘可不钻。没想到在师祖手底下办事儿，也敢这么偷懒。天助我也！走，走。快！风起将那韩愈从司马娇身边带走了。是，我们的人一直都在关注着风起的动向，亲眼看着风起带着师爷还有一个小童住进了真实楼。安排下去，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。是。也不知道司马娇知道我们逃跑了，是伤心呢，还是生气啊？算了，自己的事儿都没搞明白呢，还担心别人。师祖，给燕姐姐的解清丸全都炼好了，这回都是甜的了。可是如今燕姐姐走了，这些丹药该如何给她呢？你先退下吧。是。